你好，我是阿树，我正在从北向南穿越越南。在阿树闯越南第7集，我将从中越边境城市芒街前往坐拥世界遗产下龙湾的下龙市。在国外的第一个早上，昨晚这里的噪音好大呀，我不知道是什么来的噪音，很像是这个冰箱的，它每隔一段时间呢就轰隆隆隆隆响。发现这个空调好像开不了，是吹了一晚上的风扇。现在是早上6点不到的越南芒街。昨晚睡得很早，因为很累了，10点半就睡了。这个窗户好脏了，要擦一擦了。果然是这个冰箱的声音。像越南呢也使用这种喷枪的。过去也曾结伴去过一些国家，东南亚、南亚、欧洲，但来越南是最令我提心吊胆的。虽然越南的安全指数在东南亚国家里算较高的，但可能因为这是我第一次单人出国旅行，心中预想过不好的事情发生，所以当在越南的第一个早上起床拉开窗户，竟情不自禁地想，安全地活过一个晚上真好。昨晚大概11点的时候，一群人回来，大声喧哗，好像是喝醉酒了。今天早上5点半就醒了，然后发现这个越南芒街已经天亮了，天亮的真早呀！旅游大巴。这个菜单都写着中文哈，16元到25元一份，越南鸡粉。就是这家餐厅 Coffee Tea House。 这些好像是日本的单车啊。我第一次知道东兴呢，是当时有一个同学是东兴的，他就说这个他们那边的这种边贸生意的话，好多日本的淘汰的二手单车呢就从东兴进入到中国，而且所以当时的这个日本二手单车在国内还是挺受欢迎的。也就是从芒街进入东兴，流入到国内的。我大学的时候，因为校园比较大嘛，也买了一辆二手的单车，好像就是日本的。当时因为大家都说这个日本的单车质量好，所以有人甚至宁愿买二手的日本单车，也不愿意买新的国产单车。这里有一个自行车车行吧，这条街的好像很多卖自行车的。电线杆跟中国的这些小县城的电线杆很像。先找个洗手间然后问了好多人，硬是没解决。翻译软件都用上了，请问哪里有洗手间？然后他说去汽车旅馆上个厕所。哪里有汽车旅馆？在越南的第一顿早餐这是一个牛肉粉吧，3个丸子，还有这个是什么猪血。刚才我拿着手机就是翻译软件嘛，我说到处去问，你好，我可以用一下你家的洗手间吗？我可以付钱。问了好多家，就这家愿意了。然后呢，我就叫大家吃个早餐我刚才给他20万，然后我也没注意他找我多少。小柠檬。这牛肉的话，他们就是过了一下水，大概6、7成熟，它就捞上来了。这个牛肉感觉挺新鲜的，煮得挺嫩的。试一下这个丸子不像中国、越南的餐桌上没有一次性筷子的。我看了一下，我给了他20万，他回了我13万，花费了7万，大概是20块钱人民币我不知道那个是粉的价格，还是他也收了这个用他洗手间的价格。今天是星期天这里好像有一些庆祝活动这里是要办什么生日宴或者是 party 吗 ？Opening 开业仪式。这个是咖啡厅吧？抹茶拿铁，还有中文越南的一些
本地人啊，就是大早上的来咖啡厅里面喝咖啡聊天。我早上就是为了来这个芒街市场逛一逛的，这就是进了芒街市场里面了，卖蔬菜的摊位，还有一些日化用品，梨泉啤酒啊，咱们广西的啤酒。哇，好多是中国的那个调料品啊，厨邦酱油、海天酱油，堆积成小山的这个蒜头。这种感觉跟在东兴的这个市场颇有似曾相识的感觉，只是东兴那里的话就很规整，这边的话就是充满了生活气吧，不拘一格。阿树拍视频2年了，第一次体会这种挫败感。如果你常看我视频，会知道阿树在拍集市、早市时，通常会拍得比较细。这种小吃的原料是什么、价格、吃法、饮食文化、历史背景等等，我习惯和摊贩们攀谈几句，甚至讨人烦的问这问那，总想了解透彻，这样才不枉拍一遍。但在芒街第一次体会了语言的障碍，置身其中，仿佛自己成了哑巴，走马观花的看一看，犹如隔靴搔痒，不过瘾。因为觉得自己没拍好，所以有点闷闷不乐。不过很快我就振作了起来，并思考在未来的越南影片中如何提高影片的质量。虽然我们无法沟通，但在这里我体会到一种陌生的熟悉感。这些妇女长得和我从小到大身边见过的妇女一样，虽然说着不同的语言，但一颦一笑是似曾相识的。于我而言，她们诚然是外国人，但好像又感觉到她们的喜怒哀乐离你并不遥远，好像从小就耳濡目染，似乎在某个角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这种感觉挺奇妙。然后那些摊贩饿了就来这里拿一点小吃回去啊。刚才我看到一个女士啊，她拿着一盆这个叫蚵仔饼吧，然后搭了一个小柠檬啊。我发现越南人的这个还特别喜欢在一边卖东西的时候健身啊，这不是个例了啊，好多次见到了，很有这种健康意识啊。
盐焗鸡、烤鸭。这个是墨鱼饼吗？啊，肉卷，肉卷。花生米。这个叫发糕。发糕。啊，这家糖水店直接全是中文，连越南语都没有。这边是卖5斤的，这边主要是一些糖水冷饮啊，椰子糖水。这边的热带水果很丰富啊，释迦、莲雾、火龙果、芒果。越南这种小小的电瓶车，我看越南最多就是日本车，还有韩国车。哦，紫菜包饭、虾酱豆腐米线。这里既是早餐摊也是午餐摊，各种烤的、油炸的。哎，这个是糖水啊，可以。Hello. Xin chào. Đây.卷粉、须头蛋。哦，在这边还能吃到这个中餐哦，快餐哦，我体验一下越南的快餐。你看土豆、胡萝卜，然后西兰花、苦瓜、豆腐、红烧肉，然后排骨、虾，这个是鸡肉、烤鱼。这里8万块钱，那不就要20多块钱了？拿了一点苦瓜，这个红烧肉，一点这个排骨，我不知道他怎么收费的。大家觉得这个物价是怎么样的？我突然发现这个越南，你说它吃不油腻吧，也挺油腻的。而且我发现这边切的肉都特别大块，这红烧肉，感觉比中国要切大块好些。这个排骨味道不错，跟中国煮的很像，带一点点甜味，咸甜口味的。这个排骨跟红烧肉都挺不错的，这生意还不错。不知道是什么汤，这个坐车准备离开芒街。在过去的影片中，我拍了不少中国被世界教科文组织收录的世界遗产，其中包括世界自然遗产、世界文化遗产。中国共有56个世界自然文化遗产。于是到了越南，我也去了解越南有哪些世界遗产。越南共有8个世界遗产，其中包括河内升龙王城、胡朝时期的城堡、顺化历史建筑群、下龙湾葛婆群岛、惠安古镇、美山圣地、风崖吉榜国家公园、长安名胜群。我现在搭车去的正是越南其中一个世界自然遗产下龙湾葛婆群岛。
朋友们，从芒街搭车，全程基本上是走高速啊，经过2个小时左右吧，来到了越南的下龙湾市啊。现在先找那个旅馆住了。刚进入到这个下龙湾城区啊，就感觉到类似于那种快速发展的这个海滨城市啊，旅游海滨城市的那种感觉。刚才车上那个小哥特别热心啊，一路问我你有这个订车软件了吗？你有这个订房软件了吗？就是然后给我提供各种指导啊，就是很热心啊。墙上好多彩绘啊，这里的超市都是中文的哈。在越南芒街的时候，我基本没见到过白人啊。到了下龙湾以后，这个白人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了。这些欧美的背包客来到下龙湾啊，虽然它已经成名已久了，但是这里的这种基建啊，这种大兴土木的感觉，还是给我一种这是一座冉冉升起的即将欣欣向荣的一个旅游城市。这个餐厅的菜单也是越南语跟中文都有。这一排好多的 hotel， 我找的也是这个吧。这水还挺清的。我住的青旅旁边的好多这种小洋楼啊，统一建制的，这个环境也是真的优美啊。现在走路去海边看一下，越南人没来之前，跟我来了之后啊，我发现比我想象中的要有钱，要富有的多。诶，这些是这个毛坯房了呀，是不是还没卖出去呢？有一些卖出去了，有一些处在毛坯的状态。哦，它是1楼毛坯，2楼呢已经是装修好了。你像这种的话就已经装修好了，这种还是毛坯的状态，外面都是装好了的。这里是不是就是下龙湾的这种所谓的高档小区了？但是人好少啊。3层的这个小别墅啊，小洋楼，现在这铁门都是打开的，里面杂草丛生的。你看。像这一户呢是在热烈的在装修啊，这楼间距还是挺宽的哈，置身其中还感觉比较舒畅啊，不会觉得压抑。这个绿化率也可以，这里有一个小的公园，一些健身器械。很快我们就要见到下龙湾了。下龙湾这3个字可以说是从我很小的地理课本上就出现了，印象深刻。因为下龙湾印象中离我们不是很远啊，因为我家广西的，好像就是很近的感觉，还挺漂亮的这些小别墅，离海边大概就100米的距离吧。离海越近，这个海风的味道越浓啊。
这双向车道的大马路啊，挺宽的。刚才在从芒街来下龙湾的路上，一个越南小哥就笑眯眯跟我说：“他说啊，下龙湾的海滩上很多美女的。”啊，这就是海上桂林了。今天天气不是很好，雾蒙蒙的。OK， 哇，这个沙特别软，很细。海边还挺多垃圾的，这些白色污染啊，塑料袋。这海上桂林的话，隐隐绰绰的哈，笼罩在这个薄纱之中哦，看不清晰。그게 뭐냐면 해상족 랑카이족이라고 해요. 하롱베이에 1056가구가 남아있어요. 1056가구인데 저 베이에서 사는 해상족이거든요. 저 베이가 집이에요.
刚才看到一群青少女啊，在沙滩上奔跑啊，觉得那个画面特别有生命力，然后拍了下来给女孩们看了，她们很喜欢啊，那让我传给她，好像是不经意间的这种人与人之间的连接和小善意啊。1万越南盾用一下洗手间。在越南第一次做这个摩的啊，现在呢，我让这个摩的师傅啊带我兜一圈这个下龙湾啊，看看这个傍晚的街景啊。习惯了国内有共享电车的便捷啊，来到这边发现就是没有共享电车，有种寸步难行的感觉啊。就是打摩的吧，又跟摩的师傅呢比较难沟通，一直在用翻译软件，而且翻译软件有时候也并不准确，一来一去的沟通很费劲啊。所以呢，刚才他说要带我去什么什么地方，收我10万越南盾。但是他又说不清楚去什么地方。如果他能够很好的跟我介绍，就是去哪个地方的话，好，那么我理解他的意思的话，可能我就去了。近来感受到在国外孑然独行，哪怕人群包围，依然令我有难言的孤独感。还好有许多的观众朋友一路同行，令这孤独不再难以承受。只想说一声谢谢大家对阿树的支持和喜欢。买了一瓶西贡啤酒啊，3万，也就是差不多10块钱，就在一个海边上啊，这个是沙滩啊。6000多的一个旅行团啊，团费啊，大概6天5晚吧，然后包往返的机票啊，了解了一下。
下龙湾可以说是越南的国宝景区，几乎所有游客都会坐船近距离走进这一片海上桂林。为什么阿树仅仅在这里待了1个晚上，还没真正领略下龙湾的秀美，第2天一早就急急忙忙搭车前往越南首都河内了呢？下期我们接着聊。好了，以上是本集的全部内容。如果你觉得拍的还不错，请记得点赞订阅我的频道哦，这对我是很大的支持。感谢收看，我是阿树，我们下期见。